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。最近一位985院校正处级院长的辞职信火爆全网，正处级比我们普通人看到的县委书记这个级别还要高。这位院长到底是谁呢？这种身份的人辞职信到底写了什么让大家如此关注呢？请看视频。南京大学数学学院的院长于良辞职信只有4个字：不想干了。要知道，南京大学的985里面都是排名前几的，校长可是副部级，即便是一个数学学院的院长，那也是正处级，比我们普通人看到的县委书记这个级别还要高。他这样的学术精英、顶尖人才，辞职信只有4个字：不想干了。就我们一般人写辞职信，哪怕心里面就是不想干了，落在纸上也会扩写成800个字，感谢领导多年栽培，感谢同事长期的陪伴。那由于个人发展与家庭等等综合方面考虑，经过反复权衡、慎重思考，应该是类似这样的。因此，作为一个干金融的人，一个满身铜臭味的人，我是理解不了为何身居高位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辞去仕途前程的。大家知道，在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，数学学院院长这个位置是多少人穷尽一生都爬不到的数学金字塔尖。它就意味着学术资源的话语权、项目审批的签字权、人才引进的决策权，就意味着在985高校这个副部级的架构中，他已经站在了处级干部的金字塔的最前沿。普通教授为了这个位置需要付出什么？需要发多少篇 SCI？ 需要拿多少个国家基金？需要在学术会议上陪多少个笑脸？需要在行政会议中熬多少个通宵？需要在感谢领导栽培和服从组织安排的套话里面浸泡多少年？我们普通人已经习惯了用800个字的辞职信来掩盖这4个字的真心，我们会用个人规划来掩盖脑子不凑合的愤怒，用家庭原因来掩盖精神内耗的这种真相。但是我们的于良教授不玩这个文字游戏，直接给大家展示了稀缺的退出自由，这是相当震撼的。尤其在这个内卷的时代，大多数人被房贷、职称、社会评价捆绑的严严实实，所以我们不敢辞职，甚至不敢说不，在辞职信里面都不敢写一句真话。我们以为爬得越高就越自由，但他却告诉我们，爬得越高，身上的绳索可能越重。同时也给我们证明了，当一个人真正的拥有学术底气、拥有经济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时候，他是可以拒绝任何言辞修饰的。他不需要用800个字的客套来维护关系，不需要用感谢栽培来换取退路，因为他至少在精神上已经站在了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高度。所以我们一直向往的真正的自由，不是可以得到多少，而是可以拒绝多少；不是能爬得多高，而是随时可以说我不玩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每天都会发视频直播找有资金需求的客户。你看我这个眼睛熬的，昨天又是一个通宵。就在我们这个人人都在表演热爱工作的时代，不想干了，我觉得就是最高级的诚实。这4个字比任何长篇大论的辞职信它都更有力量。它让我们看到了，在级别、地位、权力游戏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种活法，就这种基于专业尊严、人格独立的活法。这大概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他的骄傲，不想干了就是不想干了。这4个字，我认为是重若千钧。堂985顶尖学院院长说不干就不干了。有人分析，这根本不是任性辞职，而是顶尖学者最清醒的自救。他根本不屑于耗在行政里，纯粹做学术的人最讨厌的就是无休止的行政琐事。这些工作耗时间、耗精力、耗耐心，唯独不产生任何学术价值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进入体制内事业编这样的机构算是拿到铁饭碗了，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但最近同样是985院校的同济大学发布了一个通知，想躺平的高校教师天塌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直接看视频。同济大学官网宣布全员取消长聘，从这一刻开始，甭管你是教授、副教授、什么讲师啥的，都没有长聘，就是考核。你合格了你就上，你不合格的话你就下，要不然就降岗降级，要不然就调岗，要不然就是降工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？我觉得高校老师应该知道，就是意味着铁饭碗没有了，以后你想躺平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事儿一下就让我想起，就是周日那天，也就是2天前我直播的时候，有一个普本的老师问我说，老师我这个就想躺平行不行，在高校？我说你恐怕躺不平。他说我这个有副业，我在高校想躺平。我说高校不会允许你躺平的，对吧？我当时就还让全网给他打出来了一个，就叫高校遇到那个起点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对，一定会要有所动作的。没想到这么快，2天以后，然后同济就推出来了。当然同济是个985是吧？他在上海，那么其他的高校可能也会纷纷的效仿。然后昨天晚上我跟我家先生说的时候，我就说那到我们学校这儿可能这轮周期不太可能，因为我们也刚换了相应的领导哈。我说那看看下一轮周期。哎呀，有很多人不太了解我们高校老师的这个生活状态哈。以前我们之前就是08年是0几年左右的时候，我们换过一个新校长嘛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吉大推倒重来，就是你的职称不是评上了就算了，是
每隔几年都要评。然后呢，你原来是教授，然后下一轮评聘的时候，如果你就是躺在教授上，你就不产出了，是吧？那我就把你的职称就再给你秃噜到讲师或者什么。那时候就是，反响特别大，然后很多人就也是意见特别大啊，就是后来这个就推行不下去了，就取消了。取消了之后还干过一个什么事儿呢？叫新人新办法，老人老办法。就是我们现在引进来的这个年轻人，他都是年薪的，什么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。然后老人呢，我也不管你了，然后就有一个平常的考核就行了，这是另外一种。所以今天你像同济的这种，还是我们在高校圈第一次见到啊。然后网上还热议说要取消老师们的2个寒暑假，就带薪的寒暑假，凭什么他们不上班还要给他们钱？对，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。我不去评价他啊，我只是说，就是你别想着你能躺平，因为一旦没有钱，然后人口也在降低的情况下，任何人的日子都不好过。站在这样一个时代节点，国内消费不振，经济下行，结婚率、新生儿数据不断下滑，全国幼儿园数量最高峰是在2022年，大概是28.92万所。到2026年，累计关闭的10到11万所幼儿园，占峰值总量的35%到38%。未来大学还需要这么多老师吗？同济大学取消长聘制，改革留下来的是人才多还是混子多呢？取消长聘制最大的风险不是留下混子，而是留下来了一批最会适应规则的人。真正伟大的学者往往需要制度给他犯错和长期探索的空间。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要不要长聘制，而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获得长聘，获得以后如何约束，没有成果的人如何退出，这才决定高校最后留下来的是人才还是体制适应者。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谢谢大家。